嗨，我是长桥海豚君。苹果于2023年5月5日凌晨美股盘后发布了2023财年第二季度财报。虽然行业遭遇逆风，行业需求疲软，但是苹果本次财报展现出了逆风翻盘的能力，凭借自身的 Alpha 占据更大的市场。给大家总结一下财报值得注意的关键点。一、整体业绩。对抗周期的 Alpha， 苹果本季度实现营收948亿美元，同比下滑了 2.5%， 超彭博一致预期。本季度的超市场预期得益于手机业务的超预期表现，主要受均价提升的影响。苹果公司本季度毛利率 44.3%， 同比提升了 0.6 个百分点，符合彭博一致预期。公司毛利率连续9个季度维持在 42% 以上。本季度软件端的毛利率为 71%， 在宏观经济影响下，仍能维持在 70% 以上的毛利率实属不易。本季度苹果硬件毛利率略微回升至 36.7%。二、iPhone 逆势增长的机环。本季度全球手机业务出现了2位数下滑，而苹果公司的 iPhone 业务却逆势获得增长。苹果14系列新机的推出带动均价的提升。此外，公司产业链的地位将成本提升进行了转嫁。海豚君估算是，由于高价机型的出货继续给公司带来出货均价的提升，本季度 iPhone 出货均价同比继续增长，达到930美元左右。三、iPhone 以外的其他硬件需求疲软，终究还是下滑。Mac 业务继续大幅下落 31%， 主要是渠道端完成补库后，当前拉货动力不足。iPad 业务的表现中规中矩，由于其可选消费属性，受宏观经济影响更大，当前需求呈现相对疲软的情况。可穿戴等硬件产品本季的跌幅有所收窄，主要是业务中部分产品的需求有所回暖。四、软件服务最稳健的增长。软件服务本季度收入209亿美元，略低于彭博一致预期。硬件端的出货会影响公司软件端用户数的增长，而在当前硬件端疲软的情况下，公司软件服务维持增长的态势已经很稳健了。长桥海豚君观点，苹果本次财报还是不错的。看核心数据，苹果本季度的收入和净利润都超过了市场预期，这主要是因为在手机等电子产品需求疲软的情况下，市场对苹果本季度的预期也并不高。但是公司本财报还是交出了一些闪光点，证明了公司具有自身的 Alpha。具体来看，收入端的闪光点，本财报超预期主要来自于 iPhone 业务。公司在整体行业2位数下滑的情况下，手机业务实现了增长，这主要是苹果具有绝对领先的品牌度和行业地位，高价机型的大卖带来均价的继续提升，在印度、印尼、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市场的开拓带来了量的填充。毛利率的闪光点展现了产业链的地位，在需求疲软的大背景下，其实整个手机及电子产品产业链的盈利能力都有明显的下滑，而苹果硬件端仍能达到 36.7%， 这主要得益于公司产业链的地位，即使遇到了成本提升、盈利能力下滑的情况，苹果也能将风险转嫁出去。因此，虽然行业遭受逆风，但是苹果本次财报展现出了逆风翻盘的能力。行业需求疲软，苹果可以凭借自身 Alpha 占据更大的市场。行业挣不到钱，苹果也可以凭借产业链地位将成本提升转嫁出去，维持自身的盈利水平。当周期向上时，行业内各个厂商都在挣钱，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，才能看到谁是行业中具有明显优势、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一方。